一个现象的因缘。我们会在这边见面，这是他的因缘怎么来？因缘果。那见面，那明天我们这个堂课就已经圆满了，就已经没了。所以那个时候又产生个果报，产生个果报，这个果报的又是因，因为可能会影响诸位的想法，影响诸位想法呢。你如果还有其他的缘加进来，你可能你会转述我们课堂上所介绍这些东西，这个缘又来了，你又告诉别人了，一告诉别人了，又影响了别人这个果啊，叫因缘果，因缘果啊，像轮回一样啊，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啊，没有停止的时候。佛家才会说无始无终。难道说我们今天的见面有一个开头吗？难道是去年开始筹备才有这个今天的见面吗？不是的，它是一个无始的因缘。那后面的结果呢，又是无始的结果，因为这个因缘果，因缘果，因缘果一直在转，因果因果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这个就是轮回。那么当没有停的一天呐、没有停的一天啊，那是因缘果，因果因缘果。那这个佛啊，他是啊。菩提树下，他顺观啊，这顺观啊，顺观12因缘，还有呢逆观12因缘，因此而成道啊。什么叫顺观啊？顺观啊，就是观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啊，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就是顺观。那逆观它是，为什么会有老死呢？为什么会有人死掉呢？那是因为他老了啊。为什么会有老死呢？他是因为他出生了啊。他为什么会出生呢？那是因为啊，这一辈子之前呢，有一个有，他有占有之心，也就是说他的心不清净，他的心仍然有执着，所以有。那为什么会有呢？那是因为有取。为什么会取？是因为爱。为什么会爱？那是因为他有好的感受受。因为什么会受？因为有触。为什么会有触呢？是因为他感官骚动，感官不甘寂寞，去攀援外境。为什么会有感官呢？那是因为他有肉体，有这个心理，有名色。为什么会有名色？因为他有事，事是因为有行，行是因为有无明。他这样子啊，佛在菩提树下就这样子顺观人生的过程，之后又逆观人生的过程，又顺观又逆观，又顺观又逆观，结果他才发现缘起的道理。结果呢，他才发现说，我们如果想要这个解脱这个轮回的痛苦呢，第一个把这个无明给断掉，后面呢就整个通通断掉啊，这无明给断掉，这个是最根本的，把无明给这个断掉、清除掉。就心经来讲，这是你般若智慧，你有一般若智慧，就把你的愚痴无明给整个消除掉了，给整个消除掉，那就没了。因为什么？因为一无明一没了，心就清净。所造作的一切就是清净业，所造作的清净业呢，你所形成果报是清净果报，那就是圆满清净啊。我们所说的圆满报身佛啦这一类的，完全的圆满。即使是又来人间，但不会觉得人间是恶的，人间是苦的，因为他的心完全的清净。什么叫心完全的清净啊？你这个环境再怎么样子影响我，我都不会感到压力。我都会感到痛苦，这个就是自在解脱者，就是这样。他仍然是人呢，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只是肉体是人，但是他的心是佛。你在地狱恶鬼道的众生呢，也许肉体是人，但是他的心是地狱，他的心是恶鬼，只是完全那个心在那边十法界、3000法界里面呢，这样子流动，那就是顺观12因缘。这个逆观12因缘，顺观12因缘，逆观12因缘，这个就是圆觉圣的修行法门。它有一个逆观，又有一个顺观啊。那从逆观里面才知道说，如果要断这个轮回，最好的方法就是断无明，这是开智慧。智慧这一支一断，后面的整个通通没了，通通没了啊，通通没了啊。好，那这个就是这个12因缘的修行法。但是《心经》里面他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是什么？在空中里面，空就是中道实相，就是那个如来，就是那个真实的面貌。
在那个真实的面貌里面呢，无明，好来，无明，这个无明啊，就是顺的12因缘，顺的12因缘呢，我们又称为流转的12因缘了啊。这个无明，这个无明啊，名色是对不起，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到最后爱取有生老死呢，最后是这个老死啊。好了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流转或是顺的12因缘，流转的12因缘，流转就是顺的那个程度啊，顺的那个方向一直转一直转啊，那就是流转的12因缘，就是说空中里面，在空中那个真实面貌里面的无明，没有这个无明，乃至无老死啊，no， 无明亦无明尽啊。好，这里有一个无明尽，这是无明尽，无明尽就是这个逆观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还灭，又称为还灭12因缘。所以12因缘有2个啦，第一个呢是流转，这是顺观的啊，这是顺观。流转的12因缘呢，这是无明、原形、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啊。那这个逆观就是还灭的12因缘是什么？是无明尽则行尽，行尽则识尽，识尽则名色尽，名色尽则六入尽，六入尽则触尽，触尽则受尽啊，等等，乃至于啊，这个生尽则老死尽啊。那心经就讲了，告诉这个舍利子说，你如果修12因缘观的，您要小心啊。您当然在过去你修小乘教法的时候，是有无明行识六入生老死这个12因缘的流转面，也可以逆观，无明尽啊，则行尽、识尽、名色尽，你也可以这样。但是呢，你现在呢要继续往前去了解，要继续啊，要去证到法空。过去只有证到我空，现在呢鼓励这个小乘学员说，你要继续证到这个法空。证到法空，也就是说无明尽，这个是流转的12因缘。亦无明尽，就是还灭逆观的12因缘。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乃至就是省掉中间这个实支，到最后就说，老死也尽了。还有无老死，这是第一个，这是流转的12因缘。那空中里面没有这个老死这一支。好了，亦无老死尽，也没有那个老死尽那回事。老死尽就是逆观的12因缘，这是逆观的12因缘。那就是他在破除圆觉圣行人对于流转12因缘，还有这种还灭12因缘的一个执着。为什么要破除他们执着？是要让他们证得法空，让他们证得法空，才能够进入菩萨的十地菩萨、初地菩萨以上，乃至于究竟成佛啊！这个就是他的用意啊，他的用意啊。好，我们看那个表上啊，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啊。这里那个讲人生观的部分啊，这里已经是开始说啊，作为一个人呢不只是说离苦得乐而已最重要的是要苦永远的断除，乐能够永远的存在最后呢进入不苦不乐的中道实相。那12因缘呢，人生面来讲他讲无明这无明就是无明，它是流转观凡夫的理解。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明乃至无老死，这个是流转观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尽，这个是还灭观。还灭是圣者的悟界为什么能够还灭12因缘，
能够这个了生死呢？那因为他是圣者，圣者他已经开悟，有了这个智慧，所以能够逆观还灭这个12因缘，这是属于圆觉12因缘的空观啊，空观啊。好，到这里有什么指教？就不会有果报。也就是说，清净业呢，它可以解脱这种业果轮回。如果是恶业，当然是恶的果报；善业当然是善的果报。所以你说啊，有一个人掉下去，您这样把他这个抓起来，把他带起来，这个时候你如果心是一片清净，啊，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念头，没有任何用力，所以我把他救起来，这个就是清净业。但你如果说，哎呀，我终于救了一个人，我有福报了，我有功德了，这个就是善业啊。有善业就必然会有善的果报，发生善的果位去哈。好，来还有没有指教？所以我们来讲，作为一个有情众生，比如说人好了，人呢就包括2个部分呢，一个是身呢，然后一个是心呢，啊，光是有身的话，如果没有心，这个身呢自然就会死掉。心就自然就会死掉，因为心有一种业风，有一种热的力量，让身呢来生老病死，让身来这个行动，来这个成长。所以你说这个 cloning 那些复制那些啊，它是只有复制到这个身，待复制那个身有那个基因那个胚胎一复制以后啊，这个有情众生那个中阴身的那个众生，我们刚刚讲的中有的那个心。他一看到他不喜欢父母亲，啊，他没有父母亲，也就是说有一种人根本不喜欢父母亲的，没有父母亲的缘呐。可是他心还没有清净，他就找说，哎，我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就进入这个身里面，那 cloning 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因为有心进来，所以那个基因他就开始成长。复制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那失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心进来哈。没有那个识，我们讲的结生识就是心，没有那个心进来结合，因此它的物质自然就这个凋敝衰微死掉了啊。有心进来，它才开始成长啊。那这就是没有父母亲的缘的。那可能啊，在讲说啊，如果将来大家都变成复制人的意思，可能以后的人呢，大家呢都没有父母亲的观念，没有兄弟姐妹的观念啊，可能到最后啊，大家都变成这样子。没有父母亲的观念，兄弟姐妹的观念，那就只好靠复制人，啊，靠这个复人。这个佛性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你这个佛性在哪里？它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减少。可是一定没有人在成佛了。有没有修行？啊，你有修行就有成佛，没有修行啊，即使我们现在都有佛性，我们都还没有成佛，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到现在都没有成佛，因为我们没有修行啊。这个的心，他的业力是什么？就是说他前辈子呢跟父母亲没有缘呐，啊，听懂哈？这是没有父母亲的缘，跟父母亲没有什么关系，那个缘都没有，所以他也不喜欢父亲，也不喜欢母亲啊，不喜欢扯关系，自己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世间有这种人吧？有这种人呢，不理会父母亲，不理会兄弟姐妹朋友了，一个是一个独行侠的那种人，很可能就是cloning 的对啊，这个还是他的业力，因为他的业力就是他就是前辈子就是没有这些父母亲的缘，不要关了哈，一切都跟因果有关，对，对，来还有没有指教？还有没有指教？啊？今天讲12因缘啊，早上只有介绍12因缘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呢，12因缘就是这么一回事。12因缘就是在解释我们呢三世，我们过去是怎么到现在，现在是怎么到未来世。即使不讲三世，当下就是在12因缘，当下我们就在六道里面啊，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啊，不同解释啊。好，三声没有，我们就休息了哈。持心的极静，一方面很清醒，又能够维持心的极静，这样子就对了。
修行要修行到这种功夫，心跟极本来是两端，心本来是觉醒醒过来的，那一般人醒过来呢，就开始散乱啊。但是一个修行者虽然是心心，还能够维持内心的极静。那心心散乱飞，如果你是醒过来而散乱的话，那这样子就是错误的。积极心心是，如果你心里头很宁静、很寂静，可是又能够保持这个觉醒，这样子就对。如果是积极昏沉，就飞；如果你是很寂静，很寂静就很容易昏沉。我们打坐的两个毛病啊，一个是散乱，一个是昏沉。打坐久了，定久了就会昏沉，就会昏昏欲睡啊。你如果醒过来久了啊，那就容易散乱，就容易散乱。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啊，一方面既是心心，一方面又是寂寂。常极光，极就是寂静，心里头一点散乱都没有。但它并不昏沉，还能够发出这个光明，还能够发出光明。这光明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这个作用。常极光，常就是体，常就是体，极就是它的相，光就是它的用。常就是正的那个真理的恒常，真理的恒常。啊，这个就是成佛的最高境界。极就是表现出来，一定要安安静静、宁宁静静，一点都不散乱，一点都不散乱，却不昏沉，而能够发出光来照耀这个世间。我们所谓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一方面要极，极而又能够经常的照。照呢，而又能够经常的极啊，极照不二，这是成佛的最高境界。我们心经现在是剩下最后的2个小时啊，就要介绍到那个成佛的境界啊。但愿呢，我们诸位朋友啊，现在就在常极光中，常极光中是不必再做观想，当下就是常极光。您无作而作，不做观想，实际上呢就已经在观想，因为这个时候都已经在处于常极光中。常极光并不会像我们现在电灯要打开那个开关按钮，一开关灯光才亮，不必，它永远都是常极光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各位朋友在诵心经啊的时候啊，不必做观想，当下要常极光，常极光，当下常极光。我们自己常极光，四周围的善知识也都常极光，一切的气世间，我们这个环境也都是常极光。我们永远处于常极光中，心里安详无比，圆满无比啊，具足一切。具足一切，不必观想了，因为观想的功夫已经很够了。现在不必观想，当下这个常极光，当下这个常极光本身就已经常极光了。我们佛性都具足了啊，本身我们就是具足一切的真理。什么叫一切真理？我们都会生老病死，这个就是真理的常啊。我们都是极，我们会散乱的，只是我们的妄想心，但我们的佛性呢，永远是极静的。我们的佛性永远是不动的，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光。我们的佛性永远是发出光明，照耀这个世间的。我们为什么过去没有光明的照耀呢？那只不过我们执着于五蕴，执着于6根，执着于6尘，执着于6识，执着于12处，执着于有4圣谛法，有12因缘法，有6度6波罗蜜的大乘法，执着于要度众生等等而已。现在解开一切的束缚，解开一切的缚，
照见，不仅五蕴皆空，连12因缘都是空，连四圣谛都是空，连六度波罗蜜都是空。因为12因缘、六度、四圣谛，只不过是空中水月，所以所说做水月道场，做空花佛事，就是见水月道场，见水月道场，做空花佛事。水月道场，我们虽然在盖这个道场，也要了解这个道场也是空性。我们所见的道场只不过是水中的月，水中的月是因为有清凉的月高挂在天空，天上无云，月的影子映现在平静的水面上而已。我们要以一个空性心、灵动的心来见水月的道场。水月的道场包括了这个寺庙，也是包括了我们世间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是道场。你的家就是道场，你的公司就是道场，你的社会就是道场，你的国家、你的世界就是道场。您只要把它当作道，修道的地方，它就是道场。做空花佛事，我们要做种种的佛事。佛事不只是在诵经超度亡者才是佛事，您家是佛的事业，佛的事业就是要广度众生，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安乐、觉醒、智慧、光明啊！所以诸位朋友，我们虽然明知一切都是空性，都是虚幻，还得见水月道场，做空花佛事，如此我们才是真正的解脱一切，永远在常寂光中享受佛的慈悲智慧。现在不必观想，当下就在常寂光中请合掌。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色故空中相无生不灭不垢不净，色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缘觉乃至无意识界，无苦集灭无明尽，乃至无
也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也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空，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正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受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好，谢谢，请放掌。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没有修空观，因此呢，我们呢没有证得空谛，没有那个真实的智慧。二圣的修行者，他修了空观，得了真谛，得了真实的智慧，因此能够了生脱死。可是，二圣的修行者，虽然已经证得我空，还被法服啊。我们现在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凡夫，这个凡夫啊，他被这个五蕴呢所困扰了，被六根、六尘啊，这个六识啊，这个六识、12处或是12入啊，还有被这个18界这个所困住啊，得不到这个解脱。因为这个凡夫执着这些为有啊，他执着这些都是有的，都只是为有。那一执着这个有的话，就会有失去的一天，就会有变化一天。一旦失去一旦变化，这个凡夫就感觉痛苦了。唯有照见这一些皆空，这样子这个凡夫才能够度一切苦厄。那现在呢，有这个二圣的小根基者，他已经修空观啊，修空观得真谛，修空观得真谛啊，正啊这个真智，得到这个真的这个智慧。这个二圣呢，就比这个凡夫来的高明了。他完全是修空观啊，得到那个真谛。修空观就是能够照见这个我空，照见五蕴，这些是空啊，这些是空，因为这些都是以众生的自身啊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生命观和世界观。这二圣已经照见了这一些是空，这些是空，修空观得到真谛，得到真谛就是看到那个真实的那个真理。他已经证得那个真的智慧，证得那个真的智慧。
可是他仍然认为这个法是有的，认为真的是法是有。那这个人呢，凡夫最可能，他是人有这个法又有人是有，实在有，法呢又实在有，所以六道的凡夫最为痛苦他被人所服，又被法所服。那这个二圣的修行者，他已经可以晓得我是空，我是空有关于生命的个体是空不可得，可是呢，却还执着这个法是有，就被这个法所困住，就耽溺于他们所证得的涅槃境界，就是说执着那个涅槃的境界，不肯离开那个涅槃的境界。所以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面呢，他进一步来说这个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要将这个法有也给他这个空掉。因而呢，到最后要修这个菩萨修这个菩萨道。这个菩萨道就是六度。这六度呢，为什么要修六度？他是修假观，他是修假观，他不执着与这个涅槃的极境境界里面，能够离开涅槃，进入生死轮回之中，但能够知道一切的轮回界都是假有的，名字是假有的。他还发这个愿，前面所说，见水月道场，做空中佛事，来广度众生。他所得到的是得熟地所得到的是一个熟，一种熟的真理。熟的真理呢，就是了解到世间相，所谓的道种智那是了解这个佛道，又了解这个一切众生的根基，他所证得的就是这种熟智，也就是这种道种智。菩萨已经不仅仅是人有给空掉了，法有也空掉了，菩萨呢更是这个空有空双照有空双照这是有空双照。一方面他能够像二圣一样永远保持心的宁静，一方面他又能够起这个大悲心，来广度众生，来帮助其他众生。这个就是有空双照。他一方面照这个空，一方面又照这个有。有空他都不执着，有空他呢都能够同时提起来修这个中道。但是观自在菩萨他又提醒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亦般若波罗蜜多故。要用进一步，要用这一种般若智慧再来照智不可得，无智亦无得，得也不可得，能得的智不可得，被得的得，被得的法也不可得。如此才能够究竟涅槃，证得这个三世诸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佛呢，就是修这个中观，得中地，证中智这中道的这种智慧，这个就是所谓的常寂光。再也不会像菩萨说我要照有也要照空，他没有了，他完全呢都能够常寂光，完全呢没有空有的区别，空有就是一体的，
啊，空有之一的，有就是空，空就是说有，根本不必分。那当下就是在常寂光中，常寂光中。那这是《心经》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是让我们凡夫不要被人所服，不要被法所服。进一步呢，修行了到二圣以后啊，虽然证得我空，不被人所服，可是还被法所服。那要二圣学人，进一步将这个法给这个空掉，进一步来修这个菩萨。这个菩萨他是有空双照，现在既修也空，也修这个有，这两端他都同时在修，两端都是同时在修，还是有所修，因此还要进一步把它空掉，才会讲说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因为一切都无所得，依般的波罗蜜多故啊，才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呢，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命生，究竟涅槃。那三世诸佛啊，他修这个中观啊，他已经得到这个中地，他永远都能够在常寂光中啊，能够证得三妙、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讲到这里有指教了没有？有没有指教？为什么心经会一直说啊，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为什么要一直我呢？就是什么？你要往上一层的话啊，我们做一个譬喻呢，我们现在爬楼梯好了。你现在说从1楼要爬到2楼，你如果以1楼为满足，你就上不了2楼。你这2楼呢，要爬楼梯，要爬到3楼。你如果以2楼为满足，不肯放下2楼，你就不可能离开2楼而到达3楼。你如果要到达4楼呢，一定要放下3楼，才能够到达这个4楼，放下4楼才能够到达5楼，放下5楼才能够到达这个6楼，一直到这个最高层顶端。你一定要一层一层的放下，一层一层的放下，要一层一层的不执着。固然你跑到2楼已经可以看到比较远的地方，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已经是到达目的地了，已经是很好了。没有，你到3楼看得更高更远，也不要以为这个已经到达目的地。到4楼 ，no， 你要一步一步，唯有到达能够全体都看到，唯有到达你能够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一切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佛的境界，那才是目的，那个就是常寂光寂照不二的那个境界，寂照不二的境界早上我们介绍过这个12因缘这12因缘为什么要讲无明亦无明尽呢？圆觉的修行人明明有无明明明有这个行识老死，乃至于后面的生老死都有他们也明明都断掉了，为什么观自在菩萨会跟他们讲说无呢？那道理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因为这个修12因缘的人呢，就被12因缘所束缚住，被他所束缚住，他就没有办法往上进步，他就会心有挂碍。心有什么挂碍？我现在修12因缘这个12因缘让我得到解脱了这个12因缘真好他就停留在12因缘上，就好像我们吃药一样，我们现在有病有病呢就吃了这个药，药到病除，病已经治好了我们呢就很感激那个药，说就是你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好的太感激你了，所以还拼命吃药，就会什么吃出毛病来，就会吃出毛病来。所以我们佛经佛法里面就经常要我们您药到病除佛之所以说一切的法，是因为有一切的众生，若无众生，何用一切法若无众生，何用一切法？那为什么要说一切法呢？就是说佛说一切
法，佛说一切法为度诸众生。佛为什么要说一切法？说一切法就是人圣的法、天圣的法、声闻圣的法、缘觉圣的法、菩萨圣的法，各种各样的法，显教的法、密教的法，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法。佛说一切法为度诸众生。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的法呢？佛为什么不像这个其他的宗教只说一种法？太简单了。我们经常说，这信基督教最好了，因为信基督教圣经它只有一本这么小，它只有一个法门，什么法门？信，你就有信，那不是很简单吗？读佛经读了半死那么样的复杂那么样的复杂，为什么要说呢？那我们要了解因为佛他为了度种种的众生，他才说不同的法啦，他说不同的法了若无众生何用一切法如果没有这些上上下下不同根基的这些众生呢，何用一切法呢？那这个法门他们不要了。也就是说，当你再也不是这一类众生的时候，你这些法门就可以不要了。因为你的病已经好了那个药呢就可以放下了那你还有什么病？你再吃什么药？你如果是众生你如果是凡夫众生，你就要修空观，把执着有的那个病给治好。等到把执着有的病，我有人我有的那个病给治好了你就要把人我有的那个药给放下，那进一步去修法无我，就是修法空的那个法门，吃那个药。那也就是说，你进一步要修四圣谛12因缘，四圣谛12因缘修好了，证得法空，把法的执着为有的那个毛病给治好了，你就要更进一步去修菩萨道，六度万恒，广度一切众生。现在又把法执着的有给空掉了，证得我空，乃至于这个法空空有双照的菩萨道行者呢，您不要以这个为满足，您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要进一步把空有双照的这个妄念，这还是妄想对佛来讲，以佛的这种境界来看这个菩萨他想要广度众生，他想要度尽一切众生，还是妄想心，还是这个无明，就是很微细的无明。当然比起我们的无明菩萨已经好多了我们的无明哇，那是很厚我们的无明又是法无明，又是这个人的无明种种无明。这菩萨他人的无明没了，法的无明没了，可是呢还执着有一个众生要度执着有一个佛道要成，他执着呢还要有空双照，还执着这个。那佛看了你这个菩萨还是这个无明，因此就要这个菩萨也放下这个六度的修行方法，要放下这个，你不要再有空双照了，因为本来有空就是一体不二的，本来我们就是在常寂光中的，我们的佛性就是常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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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安详永远安详。那就是这个心经呢，一层一层破，一层一层破。但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如果现在还是凡夫的阶段呢，你千万不要说12圣谛是空的，是没有的，四圣谛是没有的，没有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你现在还是在凡夫，还是在凡夫呢。第一步就要先空掉五蕴六根、六尘、六识、12处、18界，要空掉这个。空掉这个就是要把这个空掉，你这样子才能够继续去修这个出世的四圣谛12因缘。等到你四圣谛12因缘修好了，你还要再继续进步，因为这个都是化成，这是变化出来的，不是真实的成。这些呢都是全教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全教都是属于这种化成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又要把四圣谛12因缘的法给放掉，不然你就被四圣谛12因缘法所系缚，就不得解脱。当你把这个放掉了，你又继续修菩萨的法，菩萨的法
修了你还要放掉它，否则你不能成佛啊，否则不能成佛。那就是看看检验自己啊，自己是在哪一个程度。你在哪一个程度，你就把你哪一个程度应修的法给修好，修好以后就要放下，放下继续修比较高的啊，一步一步的进步啊，一步进步走。我们说无无明亦无明尽，无明就是呢把那个流转的12因缘给空掉，亦无明尽是把还灭的12因缘给空掉。亦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要把流转的12因缘给空掉啊？流转的12因缘为什么给空掉呢？因为这个流转的12因缘呢，也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假的法。为什么？因为在空中，在空中，在毕竟空中，在这种实相中道里面呢，本来就是没有差别的。实相中道里面本来就是常寂光的，那会有这种12因缘，这种无明行识老死啊，这些的12支的这个因缘的变化，那只不过是一种因缘啊，只不过是某一些的因缘，某一些的条件，这个无明升起，让这个凡夫升起了这个无明的心，而这个开始生死轮回而已。那就是他12因缘是自性空不可得，也就是说它也是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修12因缘观，12因缘观修好了还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还可以进一步的啊。那底下我们就开始讲哈，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这个是声闻的法啦，声闻法，声闻弟子他所修的这种苦集灭道，一切的佛法都是建立在苦集灭道之中。苦集是可以苦跟集呢，一方面呢它是这一种我们前面所说的流转的生死啊，这种流转生死门呢，灭道是还灭的生死门啊，这个是还灭生死，还灭的生死门，还灭的生死。苦集又是在讲因果，集是因，苦呢是这个果，道是因，灭呢是果，这个是出世间。苦集是世间的因果法，世间的因果法。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法。佛家离不开缘起，离不开这个因果了。世间的凡夫会苦，这个是一个果报啊。这苦不是某一个人叫你苦的啊，那是自己造业，自己造这个苦的因缘，因而有了这个苦的果。我们现在不想世间的苦，就必须要把这个集的原因给断掉。苦的原因就是把集给断掉，因此要有修道。修道是来灭这个集的啊，这个修道，我们这个道是来灭这个集的，灭这个集的。等到把这个苦的因集给灭掉以后，就能够证得这个极境涅槃。苦跟灭两个是相对，是相对。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从苦进入这个灭。怎么样子才能够从苦进入灭呢？那就是要用道来消除这个集，集跟道也是相对的。过去没有智慧，就拼命集，拼命集。现在有智慧呢，就是修道，用修道来灭集，把苦的因给这个灭掉，给这个断掉，就能够证得这个极境涅槃。
这苦集灭道，在讲这个因果世间出世间。我们凡夫是在世间里面造苦的因，造业，因此有这个苦的果啊。那想要出世间的话，就要修这个道，以便能够证得极境涅槃的灭。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苦，早上也有说明过这个苦了苦啊。那这种苦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为什么称之为苦？苦梵文叫做都卡，大家知道。这个都卡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译成苦是不怎么样子贴切，也就是说，中文的苦还不是梵文里面的都卡。就梵文里面都卡，它那种范围比较广，但在中文里面找不到那种含义可以翻译它，勉强翻译成苦。苦是什么意思？苦，第一个它是无常，无常因此是苦了。我们是无常，所以才苦。什么是无常？好的境界无常会变化，我们会担心它变化失掉，因而就会有压迫感，压力就来，就会有苦。坏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它无常，所以就以为坏的境界、坏的遭遇是真的，你就感觉我好倒霉哦，我为什么要这么苦？我为什么要这么烦恼？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糟糕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不如人家呢？那你不知道，你这一些不好的境界呢，其实是无常的其实无常，其实它是会改变的，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真理，你不知道它的真理，无常故苦，因为是无常，这世间的一切呢是无常变化，无常变化，才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我们老了就感觉苦，病了就感觉苦，要死了就感觉苦，因为这个都是无常。那这种无常，如果是很缓慢的进行，我们所感觉到的苦还比较小。如果说这个本来在80年之间所谓发生的这种变化，把它浓缩到1年2年，我们就会感受到巨大的苦。比如说我们人呢，你如果说是活到80岁、100岁，我们世间的人就说这个是人瑞，他死就是吉祥事。如果是在台湾就要用红色的布、红色的挽联那个小孙子就要戴那个红色的那个布麻纱，因为这种是吉祥的。如果他是活到100岁，活到120岁，哇，大家就很高兴。我们现在把100岁、120岁的这个变化，把它浓缩时间，浓缩到比如说40岁，浓缩到40年。我们这些40岁往生者的亲友就会感到很痛苦。你把它浓缩到20岁，浓缩到10岁，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几岁就死了，我们会更难过。可是我们不知道，即使死是正常的，死呢有生必有死，只不过说你是80岁死、100岁死，或者是你是40岁、50岁、30岁、20岁、10岁死而已。我们不知道这种无常的道理，不知道无常的道理，因此才会感到压迫，才会感到苦，感到苦。所以苦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无常。我们如果想要脱离这个苦，就是要去认识这个苦，就要去证悟这个苦，去接受这个无常，接受这个无常事实，这样子就脱离苦了。你只要很真心的、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无常，你苦就没了。但你如果不能接受无常的话，你就会苦。我们这个印尼的社会会变动，经济会这样子有风暴，我们为什么会感到苦？因为它无常。我们以前是这样正常生活，现在忽然一个变动，我们就受不了，所以感到苦。其实我们如果有智慧的话，就知道这必然的。什么叫必然？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无常的。花无百日红人呢无100年好，没有100年的好，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
好，这个是苦的第一个形象。苦的第二个形象，就是我。可是世间的一切呢，都是互相依存的。我们依存你其他的人，我们依存你这个父母亲、兄弟姐妹、亲友，我们依存你这个社会，依存你这个团体，依存你这个世间。我们是无我的，可是呢，我们却偏偏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偏偏认为我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了，所谓的我是假的，所谓的我是假的，难道不是吗？我们所谓的我呢，其实我的构成是什么？我的构成只不过是器官种种肉体的构成，种种思想构成，再加上呢我的名字啊，那个郑某某这3个字的这个名字，还加上呢我的人际关系啊，我的朋友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还加上呢我生存的这些时间。所以苦的第二个特征啊，就是不认识到无我。无我呢，故苦。第三个，空故苦啊，空。所谓空者，就是自性不可得啊。这个空啊，就是说自性不可得。自性就是自己的性得不到的。为什么自己的性得不到？因为每一件事物现象啊，都是因缘所生，依靠于其他的人事物才有，这自性不可得。可是我们这些凡夫不知道空的道理，不知道空的这种道理的，因此才会感到苦。我们如果证得空的道理，我们就不会苦了。同样的，我们证得无常的道理就不会苦了。证得无我的道理，我们呢就不会苦了啊，就不会苦了啊。再来，这种苦的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一种会变异，故苦啊。这个跟上头的这些意思呢，大同小异，会变异，那会变异啊。我们不能够接受变异的事实，因此苦。我们如果想要脱离苦，就要接受变异的这一回事。变异的这一回事啊，就是你要晓得会变化，这样子就不苦了。如果不能够接受这个会变化，你想要一直执着，一直抓得紧紧的，不让它变异，那你自然就会感到苦。你要用很轻松的心情啊去面对一切。苦的原因，佛陀一分析那就是这个集。那集我们说过，就十二因缘来讲，这是无明跟行，这个就是集。无明就是没有智慧，行就是作业，就是惑业，这必然会有苦。那这种集，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集的特征，它是一种因，它是一种因。因呢，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集，所以才会有这个苦。有因，因此才会有这种的苦。集另外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聚合，它聚什么叫聚？我们会苦是众因缘所生。如果只是单一的因，还不至于造成那样子的苦。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聚，集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生的一个特征因为你造作了种种业，造作烦恼的因，所以呢，你才会升起这一种的苦。那集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它会就是引导这是引起这种的苦那灭就是涅槃就是苦的消灭。苦的消灭，我们称之为灭。那灭呢，也有它种种的特征种种的特征。种种特征什么特征？比如说灭呢，它是一种无的特征，没有的特征这没有什么，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这种生死轮回，那就是称之为无无。它还有一个特征，它是静。
它是寂静，就是很安静。这个安静不是身体生理的不动，而是心的那个不动。心呢，能够恒常处在一种寂静的状态，一种安静的状态啊，不被任何的事物所干扰啊，那个就是这一种所谓的静啊。那它还有另一个特色啊，我们称之为这种清凉的一种特色啊，一种清凉特色，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没有任何负担，你已经解脱了这种心情的起起伏伏啊，情绪的来来去去啊，所以能够得到这一种的清凉的境界啊。它同时呢，还有这种空无一切啊的这种特征啊，这种特征啊，这个就是灭啊。如果我们谈到道，我们一般来讲啊，在原始佛教来讲啊，就是所谓的八正道啊，或者是37道品，这个都可以。37道品，这个属于道啊。当然，你修12因缘，这个是属于道。你修6度万行，6度啊，这个万行也是属于道哈。总之，佛教里面的一切法门呐，都可以说是道，因为佛教里面的一切法门都可以让我们来灭苦啊。那道呢，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啊，它是路啊，它是一种路径路径。什么是路径？这个道路啊，这条路可以从这里通到哪里啊？它就有这种路径的意思。再下来，它有会通达的意思通达的意思。你修了八正道，就能够从苦的这一边通到那一边啊，就能够从此到那一边去了啊。那就是这种道它的意思。那另外呢，你这个道呢道还可以有这种运载的意思啊，这载啊，就好像我们坐的车子、坐的船、坐的飞机，这种交通工具一承载，我们坐在上头，它就可以把我们载到某一个那个目标去了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圣或是载会把我们这个带过去。那这个道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可以平它可以平伏或者是这个碾平我们心中一切苦的原因会把我们心中一切苦的原因呢，这样子这个碾过去，那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在修声闻乘的人来讲是有的，在我们凡夫来看呢，苦集灭道是应该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要修苦集灭道？那是因为我们还在痛苦之中，我们还有烦恼，说必须要借着苦集灭道的思维、苦集灭道的修持来灭掉我们苦的原因。对佛来讲，对菩萨来讲，苦集灭道需要修吗？不必，因为他没有苦，他没有那个苦集灭道所要对治的那种苦的烦恼，他就不必修那个苦集灭道了。不必修那个苦集灭道，就可以证明说，所谓的苦集灭道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并不是有一个自性，非这样子不可的，没有这回事。可见的苦集灭道也是因缘所生，它也是缘起于这个凡夫，因为还有苦，所以才必须修苦集灭道的思维。等到凡夫已经度了三界，超出了三界，没有了这个苦，到了罗汉果、阿罗汉果，到了这个出三界的这种境界了，这种苦集灭道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它不是真的。苦集灭道也是假的了。苦集灭道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因为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苦集灭道就要真的。我们还在做梦，做梦的人梦中的一切都是真的。做梦的人，他在做梦的时候吃东西，他会觉得饱；他跟朋友在一起很高兴，他会笑。对做梦的来讲，这些都是真的，梦中的境界都是真的。但是对梦醒的人来看，梦中吃东西，一醒过来肚子没有觉得饱，这样是恶的。梦醒过来，刚刚在笑，我们会莫名其妙，刚刚为什么在笑？原来那个都是梦中的事情。所以梦中所做的事情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也就是说，苦集灭道对于我们做梦的凡夫来讲是真的，我们就要修，我们就要修。等到我们醒过来了，才发现苦集灭道了也是假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要修苦集灭道。你如果程度已经超过苦集灭道的程度，你就不要修这苦集灭道。那12因缘呢，也不是自性有，12因缘也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要修12因缘。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个智慧，已经证得法空，把法的那个执着给这个破除掉的话，你就不必修这个12因缘。所以12因缘对圆觉圣的修行来讲，它是真的。但已经证得了圆觉圣，想要继续修菩萨道的人，就要放弃这个12因缘，你就要继续进一步往上提升，去修这个6度菩萨道的这个6波罗蜜，你就要继续修。因此呢，我们经上才会说无苦集灭道，连这个苦集灭道都没有。因为苦集灭道是因缘所生法，苦集灭道是对修12因缘、修苦集灭道者是真的啊。那同样的道理，你要放下这个12因缘，放下苦集灭道，继续来修这个菩萨道。那修了这个菩萨道啊，修了这个菩萨道啊，菩萨道就是修这个6度，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到这个般若这个6度。6度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智慧度，智慧度。你修了这个6度呢，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有了这个智慧，我有了智慧，因而有所得，因而有所得。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因为这个智慧是本来你就有的，本来你就有的。什么叫做本来有这？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这个法身德的啊，我们当然也具有般若德，我们也具有这种什么德？解脱德。但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那种般若德呢？那是因为现在有烦恼、贪嗔痴慢疑，所以般若的德、般若呢没有显现。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将遮盖在般若德上面的这些乌云给去除掉而已，只是把灰尘去除掉，它原来的质地、原来的本来面目重新现出来。因此呢，那个智并不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智，这个不能够称为真正的波罗蜜，不能够称为般若波罗蜜啊，因为那个是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是有为的，是你透过学习，透过这个学习、读书、教育、努力，所以来得到这个世间的智慧，那是因缘所生的。既然是因缘所生呢，就会因缘灭。但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这个般若啊，不是说我们得来的，不是我们呢本来没有，现在把它找出来的，而是说我们本来就具有这个般若，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就有佛性，这个佛性呢本来就是光明的，佛性本来就是有这个智慧的，它本来就是圆满的。这个智是能修菩萨道者。千万不要说，哎，我已经有了般若智慧。这句话是有语病，不是我有了般若智慧，而是说我重新把本来有的般若智慧给这个找回来而已。好像我们自己的宝贝、自己的珠宝丢掉了，或是珠宝呢被灰尘盖住了，没有办法显现那个珠宝的光辉灿烂。现在我们把珠宝上面的灰尘给去掉，或者是把遗失的这个珠宝啊给重新找回来，
让我们重新得到我们的宝贝而已。因此，并不是我们从外面得到般若智慧，也不是我们有所得。这个得呢是所啊，也是说能啊是主啊，这个所呢是客，主客或是主宾对待的能所。无智亦无得，就是提醒说修菩萨道者，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得了般若智慧，没有那回事。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把这个智慧找回来，所以得到了某一种的法，那是错误的。所以说无智亦无得。那为什么要无智亦无得？你如果你说我有智慧了，我得到了，那你就满足了。满足了，你就不会继续往佛那边前进，你就停留在那里了。对啊，我很了不起啊，我有这个般若智慧啦，我已经照见五蕴皆空，我般若智慧我很了不起了。但距离佛的境界还远呢。佛的境界呢是智就是无智，德就是无德，一切都是平等，都是平等，没有这个差别的，没有差别的。生死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生死的。智慧跟愚痴是相同的，菩提跟烦恼是相同的。为着鼓励这些菩萨，你继续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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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停在菩萨这个阶位，因此才会说无智亦无得。那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已经解释过了，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众生，自觉还觉其他的众生。菩提萨埵以无所得故。因为他要无所得嘞，如果他有所得的话，他就满足了。我好了不起啊！我得到了智慧了，我得到了什么呢？就不前进了。那要叫他前进，就说：你这个要放下，这个要放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手中如果抓一样东西，你不放下来的话，你就不能够再拿其他的东西。你一定要把这个放下，然后有新的再拿起来，放下，再新的再拿起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以无所得故，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菩提萨埵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依这种大智慧、超越的智慧那心无挂碍心就不有挂碍，因为一切无所得我无所得，我不会抱着说有所得的心，我就不会挂碍了。我如果抱着有所得的心，我就有挂碍。比如说我们做义工，比如说我们护持三宝，比如说我们救济贫穷的众生，如果我们存着一个有所得的心我要得到师父的赞美啦，我要得到其他人的赞美啦我要得到福报了，得到功德了，那这个呢都不能够让你真正的了无挂碍。你还有挂碍，你在那边计较，在那边等待别人的赞美有没有？等待我自己的福报有没有来？自己的福报来的够不够？跟我当时所投资的是不是成比例？就要挂碍了。因此才会说亦无所得故，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因为一方面呢无所得，一方面要这种超越这种智慧呢，心才不会挂碍。才不会挂碍说我做的别人知道不知道，我做的会不会有好的果报那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为什么会恐怖呢？会怕这个，会怕这个，会怕这个比如说怕鬼了，比如说怕蛇了，比如说怕我不会成功了，我讲的话人家不赞同了，我讲的话不怎么好了那你就会有挂碍，你呢就会有恐怖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只要那挂碍没有了，为什么要能够没有挂碍？那是因为无所得，同时又有这种超越智慧，就能够心无挂碍。那无挂碍故呢，就不会有恐怖，不会有恐怖，就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时候就远离了颠倒梦想。那这个颠是什么意思？颠是什么意思？
颠呢是反了颠颠是反吗？颠倒的倒才是反颠倒发疯啊！那到底是谁在发疯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超越巅峰，有没有看过这句话？超越巅峰或是攀登巅峰，说叫我们人生啊要往人生的巅峰最高的地方啊去攀登去前进。因此呢，颠着就是风风不是一个笑一个风不是这个风不是这个风，不是是这个山峰的峰，山峰就是最高点，所以我们讲巅峰，巅就是峰，就是最高点。那你现在的颠倒呢，是把最高点这个倒过来了，这个把这个最高点给倒过来，正反这样子倒过来，那称之为颠倒这个颠倒在佛教里面来讲，我们这些凡夫呢有所颠倒我们凡夫有所颠倒，把这个无常的，我们把它呢执着为常把这个苦的，我们把它颠倒为这个乐把这个无我的颠倒为这个有我然后把这个秽的秽就是这个污秽染污的，我们就执着为净。这个就是所谓的四种颠倒正四种颠倒了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四种颠倒二圣小圣的修行者有没有颠倒？还是有颠倒。他是把法本来是空的，他却把它执着为有。小圣的还是有颠倒从佛的角度来看呢，当然小圣看我们的话，我们很可怜。我们看小圣阿罗汉很伟大，但是如果用佛的角度来看这个阿罗汉，他又觉得这个阿罗汉还有颠倒，因为他执着法为有。菩萨有没有颠倒？还是有颠倒菩萨的颠倒是什么菩萨的颠倒是什么对，度众生，有智有德，这个还是颠倒所以佛他会笑你这个地藏菩萨真的有点颠倒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佛就会笑因为有一些众生根本不让你度你怎么度这个地狱呢？根本不可能空。你度了一个地狱的众生，其他众生又跳进地狱。像我们众生自己的心要空还有办法。但是一些众生他执着不让你空有什么办法？他要在地狱像我们一样，因为地狱是我们的天堂我们太喜欢地狱了，所以我们经常在地狱之中我们经常在地狱之中所以从佛的角度来看菩萨还是有一点颠倒。他颠倒什么？颠倒有智有德，那有这个什么众生可以度。那佛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好像阿弥陀佛你看这阿弥陀佛，他是法藏比丘，就是他还在修行菩萨阶位的时候所发的愿，48大愿。等到成佛以后只有笑一笑因为笑一笑是什么？他一切都清清楚楚他不会再做种种的这些愿因为这种种的愿呢，其实是因缘所生法，也不是真的因缘所生法。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些众生，而这些大菩萨他看到众生的苦，发了慈悲心，才要去度他们。所以这些愿呢，就最终来讲，就佛的境界来讲也是一种颠倒。为什么是颠倒？因为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为呢，我们众生所本具的那个佛性，本来就是常乐我净的本来呢都是圆满的我们并没有消失而这些菩萨却认为我们这可怜的众生我们已经消失了，常乐我净，所以偏偏要帮我的忙。这个佛他会笑你这个为什么要帮他的忙他会笑菩提本无树
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也会这样子啊，他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颠倒啊，这个是颠倒。那梦想，那梦啊，我们无非都是在做梦，这做梦，我们做梦这个做凡夫的梦，做二圣的梦，做菩萨的这个梦，我们还没有觉醒圆满，还没有那个圆满觉之前，都还是在做梦。所以心经就要这个菩萨啊，里面连这个想要度众生的梦啊，也要啊这个放下，这样子你才能成佛。你如果还有说想要度众生的梦，你还有这空有不二，空有想要这个双照，你想要修空有双照的这个法门的话，你就是还有所执着。你还想修那个空毕竟空的话，你就是还有所执着。虽然是已经有毕竟空，虽然你要修这个毕竟空，虽然你已经达到毕竟空，你已经达到毕竟空了，这个还是没有毕竟空，因为你是从没有到达毕竟空的，还是有一点梦想，做梦一般。你只要醒过来啊，原来这个我本来就是有的，本来的我就是毕竟空的，本来我佛性就是毕竟空的，那本来佛性就具备了常乐我净四种德行啊，我们无非是在做梦一般。但做梦一般是不是要放下呢？如果你已经是到大菩萨，你就要放下这些梦想；如果你是在凡夫，你就要怎么办？你要照见，你要想办法照见无因皆空，你要想办法修四圣谛、12因缘往上，继续还往上去修这个6度。我有说啊，你已经到达这个最高的菩萨阶位，要成佛等觉菩萨的时候，你才要放下。你这个要放下，你才能够这个成就啊。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譬喻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阶梯的譬喻啊，这个譬喻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凡夫啊，还在这个地方哎，我们这个凡夫还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凡夫啊，这个凡夫啊，我们说，哎呀，我不要这个阶梯，可不可以？办不到了。我不要这个阶梯，可不可以？办不到了。你必须借着这个阶梯啊，上来啊！那么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等觉了啊！你在这个菩萨啊，已经修到很高啊，修到很高啊，哈！你说啊，我已经修到等觉了啊！这个阶梯呢，太好了，因为这个阶梯我是好不容易才从这边爬上来的啊！这个好棒！哎呀，我又永远坐在这个地方，永远坐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够到达这个巅峰啊，你就不能够到达这个佛的地位。这个心经就鼓励说，你这些等觉菩萨，你这大菩萨，你连这个都要放下，要远离颠倒梦想，你那个很维系的梦想，当然他维系的梦想跟我们凡夫的梦想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凡夫的梦想啊，做的是理薄大梦。几千万年来，生世都在做梦。那这个菩萨他的梦啊，已经醒了很多啊，只是啊，醒到只有一个很维系的无明啊，一点点什么要度众生的那个梦想，你必须要这个肯呢放下这个，你才能够达到巅峰，达到佛的阶位啊。也是说提醒诸位朋友。看看你的能耐，看看你现在是在哪里的。你如果还是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个要放下，这个一放下就完了，整个都能垮下来了哈，都能垮下来。你不要说这个要放下，你这个放下你根本都不能够提升啊，这个它的用意咯，并不是叫我们不要修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等等的这些法门，不是。而是说啊，你修了以后还要再超越，还要超越啊！这远离颠倒梦想，那个想就是我们所说心所法之一啊，那个色受想行识啊，那个想，那我们很多的想法啊，那很多的这种观念，很多的作意，很多的意见，这样子你都要远离啊，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时候啊，才能够究竟涅槃。就是爬到这个最巅峰、最高一层啊！那这个菩萨要鼓励
陀利他也要成佛。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呢，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三世的佛呢，唯有依靠这个超越的这个般若智慧，才能够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知道了，它是梵语的译音，它表示无上正等正觉。三世诸佛也是跟我们一样，从这边开始爬起的。他一定要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什么？无为皆空，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这个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无苦集灭道然后这个无智哪里有无得？他要依靠这种般若智慧，一直超越一个阶梯，一个超越的，他是依靠这个的，他是依靠这种超越的智慧，一直超越到最后，才能够得到这种无上正等正觉。无上就表示他已经是在十法界里面的最高，再没有比这个佛再上了。那佛是最上是什么？就是那种圆融的中地，圆融的中道。圆融中道呢，就是一切不二，那这个离空有两边，空中有有中有空就是说我们这个空假中所谓的三谛圆融三谛圆融。菩萨注意这个小圣学生他只修这个空菩萨呢修空和假，是不是多了一个所以菩萨我们刚刚讲空有双照，有空双照，他是修空观和假观。阿罗汉他只修空观，没有修假观。菩萨修空观又修这个假观。那这个佛这三个，所以空假中这三观呢，他都修，也就是说他都圆满。我们称之为三谛圆融。我们前面讲说那个菩萨是有空双照，那个就是二谛圆融，它只有真谛和俗谛圆融，但中谛没有圆融。菩萨他只看到空里面有里面有空，他只看到这个真空妙有。但是这个佛已经三谛圆融的意思是说，空当体就有假和中，假当体就有空和中，中当体就有空和假，空假中三而一，一而三，它是一体的。是什么意思？他从空性之中，他看到这个空性。佛就是在空性之中，他也能够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广度众生，而实无众生可度。我们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金刚经》，在诵《金刚经》这个佛用种种方法来度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就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就是空假中这个三谛圆融。《金刚经》经常用的这种句子说：佛说法即非说法，是名说法。佛说法即非说法，他是在讲这空谛空观。紧接着呢，即非就是假观，是名这个佛法佛所说法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个是在讲空假中的这个道理。佛已经到达了空假中三谛圆融三谛圆融。从空他能够知道空其实就是假和中。假这个假法他就知道它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性不是离开假而有的空性。这个就是这个中道。那他能够晓得这个中道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和随缘是没有两样的。不变随缘其实是一体的，体相用其实是一体的这个法界的一切其实都是平等。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正等就是完全平等，没有任何的差别。
正觉就是完全的圆满觉悟，圆满觉悟到空假中三谛圆融。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它是依照这种超越，一直超越，一直超越，一直超越，超越呢，才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故知，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啊，这种超越的这种智慧，你要一直前进，放下你手中所有的，你不要牢牢的抱住，牢牢的握住抱住，你就不能够得到新的东西。故知呢，这一种超越的智慧，般若波罗蜜多呢，是什么咒？大神咒。这个神呢，就是非常神妙，那这神奇这种般若啊，太神奇了。为什么神奇？你想想看，这种般若智慧呢，能够让一个众生从凡夫，从众苦交迫的凡夫变为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真是奇妙这个奇妙呢，那可以知道说，我们心经讲的那个大神咒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神通，并不是说你读了心经可以让你呢变魔术不要让你干什么，没有，你那种超越的智慧是要让你解脱这些苦，解脱我的苦、法的苦、有智有德的那种苦，永远往上提升到成佛无上正等正觉。故知这种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这大神咒是一种非常神奇。竟然呢，只有靠着这个般若波罗蜜，我们就可以从凡夫到佛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靠很有钱，不必靠很有地位，不必靠说我这个神勇无比，我威猛无比种种世间的法可以成佛，没有，只有靠一个智慧。三世所有一切的佛，都是只有靠这个般若这样子的，一直超越，一直超越，一直到达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那个明明呢，就是那种光明。什么叫光明？他看到了一切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他把一切所有的黑暗通通照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大明咒。那凡夫不知道五蕴是空，六根是空，六尘是空，六识是空，12处是空，18界是空，可是不知让他这个大明好了，这个小圣呢，他只有我空，可是却还执着法为有。这种般若智慧一照一解释，连这种12因缘都不可得，连那个四圣谛都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啦，因为这些只是对那些凡夫来讲是有但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的苦，我们的没有智慧，我们的不能超越三界，那是因缘所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烦恼，所以使得我们轮回。而你现在把那个烦恼去除掉，并不是说你真的把它去除掉，而是说你只不过是回到本来的面目，看到本来的那个佛性而已。而他这个大明，把12因缘空不可得、四圣谛空不可得的真理给照出来以外他更照到这种大菩萨的一部分的无明，少分的无明，一分的无明，照到这个大菩萨认为还有众生可度，还有智慧可证得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又照到了这个大菩萨的黑暗，让他的这个一分的无明呢照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遗漏，所以他称之为大明咒。所以大明咒就是对世间的一切，对出世间的一切照得清清楚楚，不仅了了这个分段生死不仅了了这种分段生死，更了了这种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人，下辈子也许是畜生，也许是什么，我们在六道里面的这些众生
生生死死这种生死啊，就称之为分段。分段，等到我们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已经成了阿罗汉果以上，我们已经没有分段生死，已经了了三界的生死轮回苦。但是呢，我们还要变异。所谓变异呢，就是说我们的无明慢慢的去除掉，二圣的无明去除掉，菩萨的无明去除掉，等觉菩萨的无明去除掉，一直去除掉所有的最微细的无明都去除掉了。这个就是把变异生死给了了，了分段生死，那就是说出三界了生脱死，了变异生死，那就是说从阿罗汉果到辟支佛果，到这个菩萨果，到这个佛果这个变异这样子一直了一直了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上咒。在这个上头去了，已经没了。为什么没了？因为佛的智慧是空假中三谛圆融的一切种子，圆满，他已经知道一切都没有差别，会有差别的不是本来面目，会有差别的是因缘所生，是我们的无明，是我们的执着。我们执着有这个有苦有乐，我们执着有好有坏，所以会有苦乐差别。这个二圣执着，那有这个我，有这个执着有法，执着有这个苦集，要修道来灭集，以便证得涅槃极境的灭，这是二圣的一种执着。那菩萨的执着呢，是说，他有六度的愿，广度众生的这种执着。但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是无上咒，因为是已经带领了这修行者，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来到最巅峰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无等等咒，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法能够像智慧般若这样子的让众生从凡夫来到这个佛呢？没有哪一个法，人生的法只能够说让一个众生下辈子得到人身，天生的法只能够让众生下辈子得到天人往生这个天界，声闻乘的法只能够让声闻乘下辈子证得阿罗汉果，或是这一辈子证得阿罗汉果。你这个因缘法，12因缘法只能够让修行者呢证得辟支佛。菩萨的法，你说广修六度万行，修四无量心，只能够让这个修行者得到菩萨而已，没有像佛一样佛圣，所以心经也是佛圣，但没有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智慧的，能够让一个修行者一直修到平等，再也没有哪一种法能够像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子的高这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一切苦从执着五蕴为有的苦开始除掉六根执着的苦，6尘、6识、12处、18界、12因缘执着的苦，4圣谛执着的苦，菩萨执着有智有德的苦，能除一切苦，这样子苦真实不虚，那确确实实一点假话都没有。我们研讨过这个心经，就会知道，那心经确确实实，它是一个苦一个苦超越的，一个苦来度过的，可以引导我们走向那个最巅峰的这个佛道了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因此呢，我要说般若波罗蜜多给你们，般若波罗蜜多就好像变成一个咒语，就变成一个咒语般。咒的意思就是总持，以一个法可以总持一切法这个咒的意思是总持的，总持就是以一来代表一切。想想看，只要修般若波罗蜜多，只要有这个般若智慧了，你看，只要修这个法呢，他就掌握了一切的法。